网上评选90后4小花，杨紫当之无愧，另外2位也是当红人选。说到内地娱乐圈的女明星，人气最高的就是85后最年轻的，其中杨幂和赵丽颖最为突出，实力和口碑兼备。其次是关晓彤和赵露思，他们是95后新人，年龄不大，阅历不多，但发展快，人气高，占比很大。目前90后的小花还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上有前辈的气场，下有后辈的惊艳表现。仔细想想，90后的小花们，除了迪丽热巴和杨紫，似乎都还不够成熟。他们最近因为没有新作品，所以人气有所下滑。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是4位90后小花中的佼佼者，剩下的2个人就是李沁和谭松韵。所以现在的90后4小花基本上就是迪丽热巴、杨紫、谭松韵、李沁。迪丽热巴首次在多部电视剧中担任配角，有着自己的颜值和角色设定。近年来，她是名副其实的女主，与吴磊、任嘉伦、黄景瑜等知名男星合作。她不仅在电影上获得成功，在电视剧、网剧、综艺和广告方面也大放异彩，在时尚界有着很高的造诣，被誉为红毯女神。但是迪丽热巴也有一些争议，因为她曾经入围过白玉兰最佳女配角，而且影后还拿了金鹰奖。在很多人看来，她并没有那么伟大，能拿这个奖，因为杨幂的名气以及她的家庭，所以她一直被称为水女王。其次，她出道娱乐圈快10年了，却一直没有新作品，一直都是偶像剧，很难让人看到她的演技。再加上最近她和黄景瑜的绯闻，所以才8个月没工作，还被嘲笑一无是处。杨紫是童星出身，戏份多，但她的戏份是最近几年走到这一步的。一开始她只是《欢乐颂》里的配角，但她的演技非常好，并获得了多个奖项的提名。杨紫凭借《香蜜沉沉烬如霜》成名，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作为90后女演员，能有一部作品实属不易。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份工作。公司成立之初口碑就非常好，知名度此后不断攀升。杨紫在解约后变得孤家寡人，去剧组的次数也少了很多，毕竟是演员，还要靠作品维持人气。谭松韵的演技和成就丝毫不比别人差，她的以家人之名更是连续5年成为90分钟收视第一，一直保持着湖南年度收视第一的位置电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节目可以超越。其他几部热度较低的节目，如《请叫我总统》《迎风而航》等，都打破了地方电视台的记录，如《最好的我们》锦衣之下大热，综合收视率远超其他电视台。谭松韵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低调了，而且她虽然很有本事，但是不懂得推销自己，所以很少在微博上出现她的名字。她很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也很少在网上展示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时候，她更感兴趣的是宣传自己的电影，更别提参加什么综艺节目和走红毯了。其实她的人气并不逊色于杨紫，演技和成就也远超迪丽热巴，只是人气一直不高，缺乏知名度和知名度。自出演《红楼梦》以来，李沁先后出演了《千金归来》《半夏花开》等偶像剧，是那个时代最火爆的剧集之一，最热门的之一。事实是，李沁合作过的杨洋、张若昀等真人都成为了当红明星，而他却一直徘徊在当红边缘，可以说他是天生的身体冰冷。不过李沁的潜力很大，所以他的人气一直很高，是为数不多的想要突围的90后艺人之一。比如《白鹿原》的田小娥，《楚乔传》的袁纯，《庆余年》的林婉儿。很少有女演员会为了这个角色放弃戏份，但大多数都是长相平平的女性角色。李沁最近拍的一部电影《人生之路》难度很大，据说是在模仿赵丽颖。02梦想的海洋，肖战变身奋斗青年，追梦创业成精英。自从和杨紫的有生之年请多教我播完后，肖战已经快1年没有播出自己的影视作品了。2022年拍摄了《梦中的大海》和《与我同在的太阳》2部作品。令人惊喜的是，《梦中之海》亮相2023腾讯在线视频 V 世界大会。梦里的那片海讲述了改革开放浪潮下一群怀揣着各种梦想的北京青年，书写着不同命运的酸甜苦辣的故事。肖战在剧中饰演男主肖春生，和他合作过3部曲的李沁是女主。
两人曾合作过《豆豆咪库郎殿下》《庆余年》3部作品，但他们的较劲更多的是在《郎殿下》中。李沁饰演的马泽星和肖战饰演的真的是一对难以平分的组合。男二看着男女主选择了一个人去打野。这一次梦之海不会有这种情况，从放出的第一个预告就可以看出，肖春生和李沁饰演童小美两人在图书馆里互为逆光，肖春生的视线一直跟着李沁，从背后转过头，温暖的光束适时落在侧脸，有一种青春悸动的感觉，岁月依旧。因为肖春生被设定为一个有情有义、一心一意为身边的每一个人创造更好生活的人。重情重义的特质在预告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肖春生和小伙伴们骑在28号大酒吧，头戴霹雳帽，身穿军大衣。一行人从大道上走来，见对面棍子个个都有，二话不说直接扔车，开始打起来。这段真的很有70、80后那种热血青年的感觉。肖春生和闺蜜叶国华、刘日林氏、陈红军、崔航氏经历了高考、出海、创业、出国、从政等发展阶段。作为改革浪潮中的年轻北京人，怀揣梦想和各种大胆尝试。肖春生在经历创业后选择出国，多年后与好友相见时，他一身笔挺的西装，脸上褪去青涩，加上冰冷的毅力，头发扎得整整齐齐。典型的精英人士，肖战生这长相还真是帅。该剧旨在让后浪看到老一辈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奋力拼搏的力量，并从中受到鼓舞，完整再现了那个时代青年所经历的一切，真实自然的情感流淌，展现了一代人的青春与奋斗。期待剧和肖春生的早日播出。想了解更多，就快来关注我们吧。03长月辉烬共有4位陈子演员，3位香蜜演员，一个个耳熟能详。由罗云熙、白鹿、陈都令登主演的《长月辉烬明》正在热播中，开播前就备受瞩目，再加上作为4月份唯一一部神仙剧，热度自然居高不下。播出后发现剧中老熟人不少，基本都是神仙剧专业人士，其中有4位重子演员，3位香蜜演员，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呢？罗云熙的第一部新剧是和以身小美，校园时期的何以琛进入大众视野，与吴倩组成的 CP 让大家看到了校园恋情纯真的样子，也让观众记住了很多年。不过罗云熙真正出圈的角色还是香蜜沉烬如霜的润玉，正如其名，白衣如玉，热度不亚于晋福和旭凤。再加上润玉悲惨的遭遇让人心痛，成为了美剧中悲剧人物的代表人物之一。尤其是他头痛的独自哭泣的时候，那种破碎感非常的绝对，让人感同身受。新剧《长月辉烬》也有这个词，名字叫澹台辉烬，但这是一个悲伤的名字。名字叫辉烬，是一出生就被诅咒的名字。于是他成了一个病态、邪恶、疯狂的魔王。澹台辉烬盛年，吃不饱，穿不饱，受尽欺凌，心痛不已，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凄美悲凉的气息。后来成为魔王之后，他说话的语气阴森森的，带着阴森森的杀气，阴沉的眸子带着分明的距离。之前的动作，澹台辉烬、苍九民、黑夜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和性格，这一次罗云熙的挑战可不小。王一菲在《香蜜沉烬如霜》中饰演鸟公主穗禾，时时与金佛作对，冷酷无情。虽然人设不讨喜，但不得不承认，穗禾还是很漂亮的，身上的服饰都是以白羽为主，这很符合她这个鸟公主的特点。这部剧应该是她颜值的巅峰之作，尤其是看了《初识君子》中的黑色压花裙，就知道穗禾有多惊艳了。而在《长月辉烬明》中，差点没认出来。红衣白发，浓浓的眼妆，完全无法联想到穗禾。他饰演的司英是魔神的守护者之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上古干魔。不过在这部剧中的戏份应该不多，是澹台辉烬的手下，一个重在事业上的角色。怎么没想到这部剧里还有何中华？公司从业30多年，他确实演过很多古装剧，年轻的时候就是大家心中的古装男神。在《三少爷的剑》中，他饰演的男主谢晓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帅气、重情重义、武功高强，剧中一众少女角色都为他倾倒。长大后演过不少配角，但多年来一直活跃于各大剧团，近年成为玄学戏剧专业。
香蜜饰演天帝，饰演青云宗第18代掌门道玄真将军之夜饰演剑圣刘白泼妇饰演桃花剑客邓泰阿雪中剑少年歌中的枪仙司空长风。香蜜中的天帝也是一个招仇恨的角色，他就像是大长老的掩护专制，下一代的悲惨日子可以说都与他无关。而此次在《长月灰烬铭》中，他饰演的是一个心思缜密多疑的君主，他的儿子萧凛同样是凡事提心吊胆，还一心想要杀死澹台灰烬。上辈子的父子，今生还能反目成仇啊！长老团除了推理剧专业的何中华之外，还有几位大家熟悉的青梅竹马也来了。他们是俞伯、郑国林和黄海冰，这3个人都是一头白发，看到他们同框真的好有感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年轻时都是武侠大侠，少年豪迈的作风，也是一代人心目中的白月光，在90后眼里却不是失去现在当红的年轻人。现在武侠剧慢慢少了，他们也变老了，但他们并没有转型演正剧，而是继续在古装剧中打拼。近年开始在武侠、仙侠、玄幻剧频频刷脸演配角戏。俞伯和何中华一样，都出演了《少年歌行》，在剧中饰演儒家剑仙谢轩。而俞伯还和郑国林一起出演神仙剧《子辰》，居然有4位来自陈子的演员，这是一组吗？第1名是男二邓卫，仲子是男二秦克，出身燕王世家，性情孤僻。在《长明月灰烬》中是男二，但一人扮演3角，分别是小凛、桑优和是仙门师兄宫夜墨。时而板着脸，时而慵懒活泼，说话的方式也各不相同。短暂的角色转换时间成了极大的挑战。张芷溪饰演重子的母亲水姬，俞伯是重子的父亲逆伦。在《长月灰烬铭》中，2人再次演夫妻，是白鹿饰演的李素素的父母，还是2人的关系善与恶？在《臣子》中，郑国林饰演衡阳宗主曲宣子卓瑶，对李素素的母亲楚田一向忠心耿耿。心爱的人死后，他收养了赖素素，成了他的养父。这个角色真像小歌谣里的孤剑仙洛清扬，一世痴情。这似乎是一个3角恋。这些熟悉的配角，你都否定掉了吗？